用微光照亮夜晚，用温暖温润心灵。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结婚10几年，每当身边有亲朋好友结婚，老婆总要念叨他当初只收了8万的彩礼。终于，在他又一个表妹收了38万彩礼后，他突然想到了一个好主意：老公，我们先离婚，再复婚，让你妈再给我88万彩礼和20万的黄金。我看着老板给我发的300万分红消息，欣然同意，离，马上离。可是复婚，呵呵，不可能。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陈俊，我今天真要气死了。老婆王倩从外面回来就气鼓鼓的吐槽，不用想我都知道她在气什么。今天是她表妹的婚礼，我和王倩结婚10几年，尤其是最近几年，但凡她参加一场婚礼回来，都要和我大吵一架。只有一个原因，你说他们现在结婚都是几十万，还有上百万的彩礼，凭什么我当时结婚，你妈才给我8万？我不想理他，因为这个问题他说了好多年，每次都是这句话，凭什么？原来我还跟他犟一犟，凭什么呢？我们结婚10几年前，那时候1万都是多的，我妈给你8万，已经是最顶格的了。他不服，那我表妹堂妹他们凭什么可以拿几十万？我继续解释啊，这不是行情一年比一年高吗？你看房价不也是一年比一年高？每次说到这个时候，他就开始借着由头吵架，话里话外都是要我妈给他补彩礼，说多了我就听着，懒得回一句了，因为我回一句，他有10句等着我。他见我不理他，抢走我手里的手机，我还没来得及反应，他就把电话拨到了我妈那边。妈，我就不跟你拐弯抹角了，我再问你最后一次，你到底给不给我补彩礼？疯了，他又开始发疯了。每次这个时候，他都要找我妈扯半天。我想去抢手机，可他握得紧紧的。你太不尊重我了，别人都是几十万的彩礼，你才给我8万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要么马上补我80万，要么我就马上和陈俊离婚。我妈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，王倩，这个问题你每年找我吵几次，有意思吗？去年不是才给你买了一个几万块的金镯子？王倩还是很生气，呸，一个几万块的金镯子就想打发我？休想，我要的是88万，不是8万。你以为我那么便宜，那么好说话？不能再让他说下去了，真是越说越离谱。我赶紧抢过手机，直接挂掉。他发疯一般的要来打我。陈俊，你和你妈一样没良心，你们都没良心。我简直无语了，真的没办法沟通。我妈只有我一个儿子，将来的一切还不都是给我们的？不知道你在急什么？他不依不饶地哭闹了好一会儿之后，给他妈打了一个电话，突然就不哭了。陈俊，我突然有一个想法，我根本不想听，他能有什么好想法？可他不管我听不听，接着说，要不我们俩假离婚一次，吓吓你妈，然后让他给我88万彩礼和20万的金子，我再和你重新结一次婚，办一次婚礼。疯了！我认为他简直是疯了，想钱想疯了。我本能的拒绝，什么假离婚？婚姻哪里是那么简单的？可是看到他那张贪婪又刻薄的脸，想到他居然能想出这么不要脸的办法，就是为了套我妈辛苦一辈子的钱，突然的我就觉得离婚也不是不可以。好，都听给你的。他欣喜若狂，真的？你答应了？我点头，对，都听你的，你想怎么办就怎么办。他兴奋地开始跟我计划，首先我们假离婚，然后你妈肯定会劝我回来，毕竟我们还有孩子，到时候我就趁机要88万，然后补办一场豪华的婚礼。他想得很美，而我只想到一个问题，老婆，
既然是假离婚，那财产、孩子的抚养权就不用谈，你都不要，这样我妈才会相信你是真的要离婚啊，她才会怕。反正也是要复婚的，这些都不重要，办手续才快。到时候我帮你在我妈那里多说几句，让她心甘情愿地把88万给你。她眼底冒着贪婪的光。对，你说的对，还是你考虑的周全。明天我们就去办理手续。她兴奋得一夜没睡，做梦都是那88万彩礼吧。当然没有什么分歧，我们的手续也办得很快。当她把离婚证拍在我妈面前时，她是高高在上的，而我妈张大了嘴巴。你们，王倩甩了一句狠话，我跟陈俊离婚了，我瞧不起他，不想跟他过了，以后你们也别来找我，我是不会回头的。她说完，随便扒拉了几件衣服，拖着个行李箱潇洒的就走了。等她走出大门后，我妈才突然笑了。儿子啊，你怎么突然开窍了？这个王倩，我早就想让你离了，只是你都没说，我不好插手你们俩之间的事情。我还有一点惊讶，知道我妈不是很喜欢王倩，可我怎么也没想到她居然这么开心，一点都不像别人家儿子离婚的样子。我啃了一口苹果，妈，我到底是不是你儿子？怎么我离婚，你表现得比我结婚那天还要高兴？我妈敲了我的头一下，呵呵，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王倩面前过得有多憋屈？这下好了，翻身了吧？我笑她，说的好像只有我一个人这样似的。你不也是吗？平时见到王倩大气不敢出，她呼出好大一口气，还真是，你这个媳妇又刻薄嘴又毒，还贪心，给多少都不够。我真是不想缠她。这下好了，终于轻松了。我妈轻松了，我也轻松了。原本还担心她伤心难过，没想到她比我还开心。不过还有儿子，我得好好跟她说一说，不能影响她的身心健康。我妈大手一挥，放心，瑞瑞绝对跟我一样。不信等下你问他。我不信。怎么说王倩也是他妈呀？我们离婚，他作为儿子的还是要有一点伤感吧。谁想到他比我和我妈都开心，差点跳了起来。耶，爸爸，你真的和我妈离婚了？我懵逼的点头。他开心的转圈圈。太好了，我怕你们离婚很久了，就是不敢跟你说。我更加吃惊。为什么呀？她是你妈。儿子同情地看我。为什么？你还不知道啊？她每天像个母夜叉，在家里这也不准，那也不准，不准我跟爷爷奶奶来往，不准我跟成绩差的孩子一起玩，不准我在厕所超过2分钟，不准我考试低于98。爸爸，我以前啊是心疼你，我怕说让你们离婚，他会揍你，所以我一直没敢说。你这么多年在家过得可太窝囊了。是啊，连8岁的儿子都看出来了，我是真的窝囊，什么都被王倩管着。她从不来不上班，却管着我所有的收入。她从来不做饭，却每天指手画脚说我的厨艺不佳。过年过节，她只回娘家，从来不去我家，美其名曰各回个家，各找个妈。可她又明确规定，我和儿子必须跟她一起走，给父母发红包。她说她父母生活不好，没有退休金，所以过年过节都是一人1万。而我母亲因为1个月有6000退休金，她就说了，不但我们不能给母亲，反而要母亲每个节日倒给她1万。太多太多奇葩事了。原来我想着得过且过，现在我觉得这个婚离的可真爽，爽翻了。尤其是公司马上分红，我的那一份今年尤其多，300万，现在是我一个人的了，没有了王倩的念叨和压迫，我和儿子舒舒服服的过了几天轻松日子。可是1个星期后，王倩给我发消息了，老公，时间差不多了，赶紧让你妈来把我接回去。
我装作没看到，鬼知道他不在，我有多舒服。他接着又发了一条：老公，明天就叫你妈来接我呀。我在娘家住了1个星期，大嫂的脸色不好看喽，呵呵，笑死我了。她那娘家是个什么德行，我清楚得很，简直把她当做个提款机，无时无刻的要钱。不夸张地说，我1年20几万的工资，有10万会花到她娘家。就这，我那前丈母娘还整天看我不顺眼，总是说谁家女婿是大老板，谁家女婿今年赚了几百万，谁家女婿给丈母娘买了金镯子，谁家女婿又带老丈人去旅游。我总是听着，懒得和他计较。只有王倩那个傻子，以为他娘家人对他多么好，心甘情愿地把钱财双手奉上。现是买了多少东西来赔罪啊？都是送给我们的吗？王倩和他妈站在一起的，脸上都带着期待。我把几个大纸箱往王倩面前一放，来看看，这些都是你留在家里的东西，我都给你清理出来了，全部都在这，你看看对不对？有没有少东西？王倩脸色迅速变垮，她打开纸箱，扒拉了一下，都是她的衣服、生活用品、化妆品什么的。陈俊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拍了拍手，没什么意思啊，就是离婚了，你也搬走了，这些东西我就好心给你送过来。王倩瞪大眼睛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我们不是说好的假离婚吗？你搬这些出来做什么？我过2天还不是要回去的，而且今天不是说好让你妈来接我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她不来接我，我是不会回去的，多没面子。对，他妈刘丽华跟着说，得让你家那个清高的老太婆亲自过来接，并且还得带上88万的彩礼，不然啊，休想我倩倩跟你回去，就让你打一辈子的光棍。呵呵，我直勾勾地看着王倩，王倩，你听清楚，我没有跟你玩什么假离婚的游戏，我们真的离婚了。你呢，也不用等我妈，她是不会来的，你也不用回去了，这些东西我全部给你送过来，以后我们桥归桥，路归路，谁都不要联系谁。我转身离开，不顾王倩和刘丽华在身后大喊大叫。老板通知我，300万分红已经发了下来，他说这只是第1笔，还有更多的300万等着我。说实话，不高兴是不可能的，兢兢业业上班这么多年，终于有了收获。我第一时间去到母亲家里，还没来得及告诉母亲这个喜悦，第一眼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温婉的女人，长发披肩，嘴角微扬。我心底一颤，贺暖，好多年没见她了。她是母亲闺蜜的女儿，出国多年，听说一直单身，没想到今天能在这里见到她，我还有点局促。她倒是大方地和我打招呼。母亲从厨房端着水果出来，暖暖，还记得吗？她最近刚刚回国，就过来看我，真是有心了。我正准备说什么，王倩气喘吁吁地跟着赶了过来。陈俊，你给我好好说清楚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我让你妈来跟我道歉，你反而把东西都给我送了过去。我拉她走，别在我妈这里撒野。她用力甩开我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让你妈来接我，拿着88万来接我。哼！我妈冷哼一声，王倩，你哪里值得我拿88万去接你？你自己看看，全身上下哪里值得88万？好意思开口？王倩快要气疯了，她以为我妈一直怕她，可她不知道，我妈不是怕她，只是不想我为难，选择隐忍而已。她大喊，老太婆，你赶紧重新拿88万彩礼给我，不然我就永远不回这个家，不会和陈俊复婚，我让陈俊当一辈子的光棍。我妈猛地摔了一个茶杯给王倩，好大的口气！王倩，你以为世界上只有你一个女人了？
你以为地球离了你就不转了，还威胁我，让我儿子当光棍。呵呵。我妈转身，笑容满面地看着贺暖。儿子，妈做主了，只要暖暖肯嫁给你，妈就把手里所有的钱168万全部给暖暖当彩礼。王倩瞪大眼睛，懵了。贺暖连忙摆手，阿姨，别开玩笑。我妈抓着贺暖的手，暖暖啊，阿姨没有开玩笑，阿姨说的是真心话，而且阿姨也知道你心里一直是喜欢阿俊的，对不对？她接着又瞪了我一眼，只是她傻，她看不出来，白白错过了这么好的你。不过现在好了，他终于离婚了，你也还是单身，阿姨今天就帮你做这个媒人，你看怎么样？贺暖脸红了，我心里一阵悸动，想起了当年的事情，可王倩的尖叫声马上把我拉回到现实。你们老太婆，你在说什么？我才是你儿媳妇，我才是陈俊的老婆，你真是疯了，当着我的面给我老公找小三。他说贺暖是小三，这我不能忍受。啪！我直接甩了王倩一个巴掌。王倩，闭上你的嘴巴，不要乱说。我和暖暖清清白白，王倩那个泼辣的性格怎么能忍受我打她一个巴掌？在家里上10年，从来都是她打我，什么时候我敢动她一下，她捂着被打红的脸，伸手就要反击，可我比她更快地抓住了她的手腕。王倩，我忍够你了，不要在这里发癫，快点滚！她一边挣扎一边骂我：陈俊，你怎么敢打我？我是你老婆，你看清楚，我才是你老婆。我冷冷地看着她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她大喊：假的，假的呀！你忘记了吗？我们不是说好拿到你妈的88万就马上复婚吗？呵呵。我妈烦躁地朝我挥挥手，赶紧把她弄走，别影响我心情。我连拖带拽的把她拉出门外，一关门她就抓着我：老公，你是故意的对不对？故意在你妈面前演戏，让她以我们是真的要离婚，吓她的是不是？呵，她脑子里面还在想着假离婚假离婚。我认真的看着她：王倩，你听清楚，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，我们离婚了，真的离婚了。她突然开始大哭：不是的，老公，我不是真的要离婚啊，我只是想多点彩礼而已呀。你明明知道的，我根本没想过离婚，我离他远了一点。王倩，你不知道，跟你离婚这几天，我过得有多舒服，有多轻松。我不用每天看你的脸色，我也不用每天听你的破，更加不用每天下班急急忙忙买菜做饭伺候你，而且你也可以有理由回娘家了，不是吗？天天住在娘家陪你妈都有理由了。他还在挣扎：不是的，我没有想天天住在娘家呀，我没有想离开你和儿子啊。他像突然想到了什么：对，儿子，我们还有儿子啊，你真的和我离婚了，儿子怎么办？谁照顾他？我可要笑死！你的脑子里面一天到晚都记住些什么？你忘记了瑞瑞从小到大就是我妈带大的吗？你以为他会舍不得你？你以为他会求你回来？别想了，王倩，他和我一样巴不得你早点走，真的，早点走。我丢下发呆的他，回到房间。贺暖正在和我妈一起插花，阳光洒在他们身上，宁静美好。这是王倩嫁过来这么多年都没有的画面。她总是说婆婆不是妈，所以她不必跟我妈过多来往，她只要管她娘家妈就好了。贺暖回头看到了我，马上低下了头，就像多年前的样子。走的时候，我送她。几分钟的沉默后，我还是问出了一直在心里的疑惑：暖暖，当年你为什么出国？她停下来看着我，看得很坦然，也很认真。你和王倩是真离婚还是假离婚？我没想到她没回答我，反而还突然问我这个。真离。好，那我告诉你我当年为什么走。
我突然被他看得有些心跳加速，一种好久没有过的感觉涌上心头。我走，是因为你笨，笨得要死。当初我那么明显地暗示过你，我喜欢你，我想当你女朋友，可你就是看不到，所以我是被你气走的，知道了吗？我重新开始恋爱了，和贺暖，我找到了被人爱的感觉，我找到了被人疼的感觉，我才知道感情是双方的，而不是一个人付出，另外一个人的理所当然。我决定和贺暖出去旅游，顺便让王倩冷静冷静。她后悔了，无比的后悔和我离婚。她拿着行李回我们原来的家，可是钥匙怎么都打不开门，因为我换了锁。她打我电话，我直接拉黑。她去公司找我，可我请了1个月的假。最后她没办法了，找到我妈，我在监控里面看得清清楚楚。她哭着求我妈：“妈，你告诉我陈俊在哪里？我到处都找不到他。”我妈只是抬了一下眼皮，他是个成年人，去了哪里我怎么知道？王倩继续哭：“你给他打个电话呀！”我妈懒得理他：“你自己怎么不打？”他哭得更大声了，他拉黑了我，我打不通。妈，求你了，你帮帮我，我没有想离婚，真的，我只是一时糊涂。听了我妈的话，才想了这么个馊主意。你相信我，我根本不想离婚。哦，我终于知道了，这假离婚的点子还是刘丽华出的呀，还真是亲母女，亏他们都想得出来。我和暖暖旅游了1个星期后才回来，我以为王倩应该冷静了一些，没想到她反而更崩溃了。她在儿子放学的时候把儿子堵在了学校门口。我妈终于打了电话给我，赶到时，王倩正紧紧地抓着瑞瑞的手：“儿子，跟妈走，你是我儿子，怎么这么不听我的话呢？”瑞瑞不为所动，倒是挺淡定的：“我为什么要跟你走？你们离婚的时候不是把我判给了爸爸吗？”王倩突然大声尖叫：“假的，都是假的，你们怎么都听不懂？我和你爸爸是假离婚，还会复婚的，懂不懂？”儿子嫌弃地看了他一眼：“想得美哦，暖暖阿姨都要和爸爸结婚了，你还复婚？”王倩发狂一般地摇头：“不可能，他怎么可能这么快就在结婚？他是个什么东西？除了我，还有人嫁给他？”呵呵，我把儿子拉到一边，交给我妈：“你说我是个什么东西呢？你以为这个世界上就你一个女人？我还要陪着你闹一出离婚复婚的戏码，去骗我妈的钱？王倩，你也太看得起你自己了。”她眼睛发红，眼珠都要快凸出来。“陈俊，瑞瑞说的是真的，你真的要和别人结婚？”“对。”我回答的斩钉截铁。“放心，我不会邀请你的。”他差点站不稳，跌跌撞撞地往后退。我转身准备走时，我妈还给了他致命一击：“哦，王倩，没告诉你，阿俊和暖暖婚礼时，我会给暖暖168万彩礼。”我的妈，你真是懂得怎么杀人诛心的。王倩这下真的跌坐到地上去了，好久都没起来。我是真的在筹备和暖暖的婚礼。她大胆的表白之后，我终于才发觉之前的自己是个多么傻逼的人。明明有这么优秀的女人一直喜欢着自己，却偏偏猪油蒙了心，相亲看上了王倩。其实我仔细想了想，也不是就看上王倩，只是当时的我就想找个人结婚而已。刚好王倩出现了，现在我才找到了恋爱的感觉。也是好笑，30几了才谈了一场恋爱。我卖掉了原来和王倩的房子，重新买了一套大3居。我不想让暖暖住在王倩住过的房子里面。我请了最好的婚庆公司，我要给暖暖一场最盛大的婚礼。让我惊喜的是，她和瑞瑞也相处得很好，甚至她可以辅导瑞瑞的所有课程。因为他是一名中学教师，
婚礼有条不紊地进行着，王倩却带着她娘家人堵到了我的公司。刘丽华指着我的鼻子骂：“陈俊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，我们王家人是怎么对你的，你都忘记了吗？倩倩只是和你假离婚，你却利用她的真心，真的离婚，重新娶老婆。陈俊，你简直是狼心狗肺！”呵呵，我狼心狗肺？他居然说我狼心狗肺！我1年的工资给你们家花去1半，你说我狼心狗肺？我每年过年过节全部在你家，连自己的妈妈都不管，你说我狼心狗肺？你撺掇你女儿跟我离婚套我妈的那点养老金，你说我狼心狗肺？我们到底谁是狼心狗肺？你告诉我！他被我问得连连后退，倒是黄芬接住了他。陈俊，我不管你跟倩倩是怎么商量的，我只有一句话，你赶紧把她接走，她不能再继续住在我家，我凭什么听她的呢？但是我想得到她这么说的原因，我们家就那么大一点，房间本来就不够，她天天在沙发上睡着，多影响我们正常生活。呵呵，我看到王倩心虚地缩了缩，真是悲哀。王倩，你每年给他们花那么多钱，吃的喝的穿的用的，什么都买回去，可你看看，这才住了几天沙发，他们就要赶你了，你不觉得悲哀吗？刘丽华附和着黄芬：“对，芬芬说的对，我不管你们2个怎么闹，你赶紧把他接走就是，别在我家里添乱，真是不要脸啊！当初是你给王倩出的主意，让她离婚，现在离了，你又不要她，呵呵，有你这么当妈的！”王倩也终于崩溃了：“妈，都是你，我明明过得好好的，你非要我离什么婚？说什么复婚，还是一样拿彩礼。明明我婆婆她只有1个儿子，这些钱早晚都是我的，可你非要我搞这么一出，你就是想我把钱都给你，全部给你儿子儿媳妇。现在你告诉我怎么办？我该怎么办？”刘丽华手一甩，拉着黄芬就走。我管你怎么办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，你自己看着办。他们正准备走的时候，老板突然给我发了一条语音，我顺手点开：“阿俊啊，这个月的分红380万哦，你可能干，越来越多了。”完了，都被他们听到了。王倩赤红着眼睛盯着我：“什么？老公？他说什么？什么380万的分红？什么这个月的？哪还有上个月的？”我只是看着他，默默地伸出手机给他看了一张图片，那是暖暖手上戴的戒指。王倩，好看吗？我刚给暖暖买的结婚戒指，68万。王倩两眼一黑，倒了下去。刘丽华和黄芬都紧紧地盯着我的手机，68万一个戒指，呵呵。下一秒，刘丽芬就一脚踢在了王倩身上：“死东西，做什么妖？做什么妖？非要离婚，非要作死，这下真死了吧？后悔死了吧？”王倩像死猪一样倒在地上，没有人理她，只有我好心的给她打了一个120。我继续筹备着和暖暖的婚礼，当然她并希望铺张浪费。其实旅行结婚也是可以的，没有必要花那么多钱，可我就是想给她最好的。人就是很奇怪，有些人他不争不抢，你就想把所有东西都给他。暖暖就是这样，而有些人他也是争，你也是讨厌。王倩就是这样。很快到了婚礼当天，我妈笑得嘴都合不拢。终于哦，我现在闭眼都安心了呀，儿子比我还高兴。我拍了他的头一下，是我结婚，又不是你结婚。他马上躲在暖暖的身后，哈哈，可我是他儿子，儿子比老公重要。妈，你说是不是？暖暖笑着点头，重要，老公和儿子一样重要。我妈真的兑现了她的承诺，一下拿了168万的彩礼给暖暖。暖暖不接，太多了。妈，我有钱的，我有工作，也有房产，这些您自己留着养老吧。可我妈执意要给她。
我心甘情愿给你。我妈的卡刚拿出来那一刻，王倩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冲了出来，她一把抢走了我妈手里的银行卡，眼底都是兴奋。168万呢，哈哈哈！这些钱都是我的了，全部都是我的。她穿着廉价的婚纱，化着不忍直视的浓妆，把自己打扮得跟个小丑一样。抢婚吗？可笑！我妈黑了脸。王倩，把卡还回来，这不是给你的。王倩紧紧地把卡捏着放在背后，不给，这是我的，本来就该是我一个电话，你手里就是一张废卡，你还想着里面的168万，真是笑话。王倩脸上的笑容没了，那贪婪的笑容没了，她张牙舞爪的要冲过来打我妈。开玩笑，我还在这里呢，怎么可能让她伤害我妈一分？我一脚把她踢翻在地，她捂着肚子痛苦地看我。陈俊，好歹我们夫妻一场，你就这么对我，你就这么恨我？对，快滚，别想搅乱我的婚礼。他真是疯子，见我对他没有一丝情面，他突然起身，不知道从哪里拿出一把尖刀，他快速地冲向儿子面前，把刀顶在儿子脖子上。陈俊，快点给我钱，不然我就弄死你儿子！疯了，彻底疯了！我妈吓得眼泪流。王倩，他不是你儿子吗？你怎么能这么狠心？王倩还在狂喊，逼的，都是你们逼我的，你们逼得我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，娘家不要我，婆家也不要我，我还能怎么办？你们都要我死，那我死也要拉个陪葬的。我妈已经慌得六神无主，差点倒下去。暖暖也身体颤抖，我不能让他们跟着担心。王倩这个女人，我要亲手去解决她。她依然在狂怒，尽管儿子一直喊着妈妈，她像听不到一样，嘴里只有一句话：钱，我要钱，168万，全部给我，全部都是我的。我妈一直点头，给你，都给你，要多少都给你，快点放开我孙子，不能让他再发疯了。我趁他瞪着我妈时，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刀子掉在了地上。王倩哀嚎一声，昏倒在地。终于一切都结束了，王倩也找到了她的归属，她有地方吃，有地方住了，监狱是最适合她的地方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讨论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